我知道你们也不服，没关系，2年之后你们再选另一个。阿乐倒了，飞机在街上遭到仇家的追杀。2年前两人同为社团五虎，可如今飞机脑袋见红，被人追杀。吉米西装革履坐在豪车里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这是典型的方向比努力更重要。吉米对飞机的直率与天真一直有一份莫名的欣赏和关怀，因为他知道只有飞机才是社团里最没有心思和心眼的人，所以吉米特意掉头又救了他一次。所有仇家全在找你。刀靠前很难赚。吉米给了飞机一张名片，让他可以来跟自己，看似是伸出援手，却恰恰戳中了飞机最在意的尊严。飞机在下车后就把他随手丢在了风里。飞机一辈子靠狠立足，信奉靠自己打出来的地位，而吉米的名片像一张饭票，暗示他只能依附新权力才能活下去。这种被施舍的生存方式，比仇家追杀更让他屈辱。他丢掉名片是在用最笨拙的方式宣告：我可以死，但不能像狗一样摇尾乞怜。过去的飞机把社团规则当圣经，大佬让砍人就砍，让背锅就背，坚信听话就能有出头之日。但经历被阿乐利用、被抛弃后，他终于看清，所谓社团不过是上位者榨干底层的工具。今天的吉米不就是昨天的乐少吗？他丢的不是一张名片，是一辈子信奉的江湖梦，是被碾碎后再也拼不起来的存在感。深圳南山，吉米像考了100分的孩子，在等着家长夸奖。可石副厅长下车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穿上外套。欢迎你到这边来投资，希望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谢谢。上次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，一场误会。你的物流中心上面已经同意批准你建了，省政府会在这里修一条高速路来配合你的工程。石副厅长说，一场误会是指吉米在贿赂何科长的2000万办物流中心批文的事，这可是数额巨大的行贿犯罪，够进去踩10年以上的缝纫机了。石副厅长轻描淡写一句误会就过去了，顺带还解决了土地批文，而且还附加一条高速公路以支持物流园的运转，可见石副厅长背后的能量深不可测。没选上话事人前，只许你到这边观光旅游，当你选上话事人就不一样了。物流中心批准了，之前的事都是误会，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说你不行你就不行，行也不行，对与错的话语权都在石副厅长手里。现在这片地已经属于你的了。谢谢。这上面也批给你了。接下来的1分半钟是石副厅长带着吉米爬山，雷声阵阵，山雨欲来，越往上屏幕颜色越来越阴沉， BGM 越来越诡异，吉米仔的表情也越来越压抑。因为当初在这片山坡上，他和老婆憧憬过未来，他们来到曾经自己要盖别墅的地方，吉米仔全身发毛，当时只有他和老婆在场，谈话的内容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石副厅长掏出了那根龙头棍。10月28号，林怀乐的手下何辉带着这支棍从香港乘港穗列车到达了广州。10月30号，何辉把这支棍带到了广州市起义路46号他祖母家藏了起来。几天后，我们知道你当选了，于是破门抓了人，帮你把这支棍拿了回来。我应该说你们神通广大，还是我应该害怕？石副厅长故意在吉米最熟悉、最有希望的场景里给了他最后一击，就是为了打破他最后一丝幻想。我们还有一个要求，希望这支棍从今以后永远由你保管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，我们是怕2年以后选出来的人像林怀乐一样搞震，扰乱社会秩序，这是我们不想见到的。你想我把何连胜弄得跟心机一样，一代传一代？你是我们信得过的人，何连胜永远是你姓李的，我们之间永远以和为贵。导演特意把吉米和老婆以及和石副厅长的2次谈话特意设计在同一场景，一次充满希望，一次充满绝望。这也间接说明吉米的老婆是石副厅长的人。2人去爬山时有一个明显的监视视角镜头，吉米早就被布控了。有了吉米老婆的通风报信，石副厅长才能拿捏吉米。我只会做2年，不行，我只是想做生意，我不再做古惑仔，我不想做古惑仔，我不来这儿做生意，这里不要，下面不要，全都不要。
有人就问了，吉米为啥不愿意被招安呢？这要是宋江送上门的招安，估计做梦都会笑醒。因为吉米看到了连庄的残酷性，你要连庄就要解决所有威胁你连庄的人。你看乐少都干了什么？况且长江后浪推前浪，2年间就出了飞机、东莞仔、吉米等一堆新秀，总有新人要出头，保不齐那个愣头青会干掉自己上位。今天的阿乐也许就是明天的吉米，况且他当化身的目的是想让后代不再当黑社会，现在的结果与他的理想大相径庭，所以他才会崩溃。我摆不平他，何连胜几十年，叔父辈不肯，没人肯。我儿子是律师，我儿子是医生。我住手！你来管理香港何连胜，香港的社会治安会更好一点。王八蛋！香港会更加安定和繁荣的。王八蛋！我们希望你合作，需要你帮忙。放你老妈！谢谢，谢谢合作。吉米一连给了石副厅长几拳，可在强大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的。石副厅长挺立在一片巍峨屹立的大山前，带着一种不可撼动的威势，而之前还情绪激昂、屡屡出拳的吉米已经几近力竭，一言不发的瘫软在地，宛如屏幕前的小草。这种强烈的力量对比，加上山雨欲来、乌云压城的灰暗天气，产生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石副厅长掏出纸巾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戴上墨镜，用平淡的语气说了句谢谢合作，看似谦恭，但根本不容吉米回驳的余地。现在的黑社会就像这根龙头棍，给代表帮会传统的邓伯陪葬，永远深埋地下，永远不在。吉米眼含热泪，自己的洗白之路就此终结。他去元朗接老婆。咱们回到影片的最后一个问题，吉米的老婆到底是不是卧底？我想吉米的态度已经给了我们答案。我有孩子了。当得知妻子怀孕后，吉米没有展现出一丝喜悦，脸上反而是惊恐诧异的表情。在老婆转过脸的瞬间，吉米马上挤出微笑，随后又切换到惊恐和担心的表情。五仔的微表情堪比川剧变脸，我们再仔细看一遍。我有孩子了。我先把东西收拾好。吉米的这种反应是某种想法在石副厅长那里得到了验证。上一秒告诉你要世袭，何连胜世世代代永远姓李，下一秒老婆就告诉你怀孕了。这样的巧合只有一种可能，即枕边人已经被策反或统战，而且石副厅长可能早于吉米知道老婆怀孕的消息，才会提前摊牌让吉米合作。一天是古惑仔，一辈子都是古惑仔，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。总有观众说我过度解读，艺术作品在创作出来后不就是来让我们解读的？一部好的电影作品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，每个镜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更何况是黑社会这种传世之作，根本没有非比。在我看来，解读本身并没有过度一说，毕竟1000个人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影评的魅力也在于千人千面，各花入各眼。有不同看法可以评论区激烈讨论，毕竟肯花心思琢磨背后的细节，反而是对作品的一种珍视。导演精心设计的镜头、伏笔和隐喻，不就是等着被我们发现的吗？黑社会系列关于3代话事人命运的演绎，将弱肉强食的
丛林法则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，没有温情和道义，只有人性的贪婪和扭曲。进入黑社会就是走上一条不归路，要么死在登上权力巅峰的路上，要么在权力顶峰战战兢兢。或许杜琪峰想说的是，真正的江湖从来不是打打杀杀，而是你明明看透了一切，却还得笑着走下去。你觉得如果再拍第3部《机密的孩子》会拿起那根龙头棍吗？光影终会落幕，但故事永不散场。我是励志陪你看遍经典港片的布谷，明天见。